到处都充满羡慕的目光。可当你在外面受了伤，是谁为你点亮关怀的灯光，为你疗伤？你说你成熟的道理，天下无双。轻易放心上，和朋友遍布四面八方。可当你经受挫折失望，是谁让你找回信心和力量？雨水成不了海洋，一人力量大。只要家人在身旁，相信再大的困难也变成过往。无论大事小事，大家一起扛，它一定让你远离感伤。无论伤心开心，大家一起唱。可只有家，才会有天堂。无论幸福祝福，大家一起想，它一定让你充满希望。无论艰难困难，大家一起担，勇敢去闯，家是快乐的负担。金条，你这时候卖什么鬼针锅？哎，阿爸病得很严重啊，佳琪在看他。Please bless 阿公。你最好现在马上跟我回来啊！气死人！卖什么鬼针锅，真的死人头啊！大姐夫可能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。他一辈子那么 brother， 自己爸爸病得那么重，还丢下他跑出去，万一什么事情的话，连最后一面都见不到的。你这样问一定会吉人天相的。佳琪，阿爸怎么样了？大姐，嘉翁走了。什么？阿公要去世了。你们检查清楚的，他就这样走了？通知他家人吧。妈妈没 cos。为什么？大姐，大姐，怎么会这样的？好好的怎么会走了？大姐，阿爸还说给我金条的。阿爸，我知道你没有什么金条，你只是以为你还是跟以前一样很有钱。可是你谁都不给，就是要给我金条。我也不是对你们很孝顺，你很可怜，连我这种媳妇儿，你也觉得很好，那就证明了你其他的儿子媳妇儿有多烂。阿爸，我不孝，我没有好好照顾你。如果我回来煮给你吃的话，可能你就不会走了，爸。大姐，节哀顺变。是啊，大姐，阿公要走得很安详啊，老人家这样子离开是一种福气。
大姐，你不要伤心了，已经尽力了。我已经尽力了，我是尽力了。我一个女人要维持一头家，照顾2个老的，我真的尽力了。爸，我不是想就这样就一走了之的，我心里也是很苦的。眼看着学志没有出息，我还是一年又一年的跟着他挨。这些年来，我日做夜做，什么都做，以为帮他还完所有的债，就可以重新再来。怎么知道他还是那副样子？我挨不下去了，我不行了，爸。我不走不行，我不离婚不行的，爸。大姐，不要。让他哭，让他发泄出来，或许会好受一点。阿妈不见了！什么？我牵了诊所出来就找不到阿妈了？怎么会这样的？屋里都找了，都找了不在。大姐，妈妈你啊！大姐，阿妈！大姐，大姐，大姐，我没有在楼下。妈妈咪，你要我跟你讲多少次？电视不要放靠近窗口。Sorry 妈。大姐，外面的铁门开着，阿宝会不会出去了？可能要下楼了，我去找。你们一直要讲不通的，我跟你去。妈妈咪，通知社。Yes, mom。你怕不怕？快去吧。快点啊，不然又出意外了。你看他们那么老了，2个人还很恩爱，去哪里都要在一起，也不知道阿妈她会怎么样。大姐，我看不如我们分头找好不好？我找这边。你们是？我们是学志的大哥大嫂，我们接到学志的电话。你是？我是嘉喜的弟妇，请进。哈，这么快就派自己人来了？哎，他人呢？他到楼下去找他家婆了。啊，我妈怎么了？大家都找不到他，他可能到楼下去了。嘉喜到底在干什么？怎么连阿妈都会搞不见的？当时大家都很忙乱的，家里又不只是他一个人，难道连一个老人都看不住？万一出了什么事，可怎么办？好啦，别说了，我爸爸呢？他在房里面。哎，我们进去看看吧。进去啊！你进去就好啦，死人有什么好看的？我不是叫你看死人，是进去看看有没有什么遗物。哦。阿爸，我们接到电话就马上赶过来，想见你一面都不行，你不要怪我们了啊！对呀，你要怪啊，就怪学志和嘉喜呀，他们等你走了才通知我们呐，连你最后一面也不让我们见，真是太过分了。好了好了，别说了，还快点找啊！要是啊老二老四到了，就有得争了。哎，你找那边啊。这老的全部是分光了吗？还会有东西留下来啊？很难说啊，也许啊，他收集一些金银珠宝也说不定呢。哎，这有可能哦。这些老家伙啊，都喜欢留一手。找到了！哎呀，假牙嘛！妈妈咪，在干什么？里面有声音，不知道他们在找什么。
嘛？找东西。你们在讲什么？不可以乱动阿公阿妈的东西。You shut up！ 你只不过是佣人呐，怎么可以这样跟我们说话？妈妈咪说的对，这里面都是阿公阿婆的东西，你们不要乱碰。哎，我是长子啊，我现在帮阿爸整理遗物，有谁能够阻止我？对呀，你只不过是个外人呐，这里轮不到你说话。那请你们等大姐回来再找。他不是跟学子离婚了吗？他没有资格管我们家的事，他们还没有正式离婚的。那是迟早的事啊。总之，现在这里还是他的家，请你们尊重他，尊重死者，也尊重自己。尊重他，他值得我们尊重吗？他在阿爸生病的时候拍拍屁股就跑掉，把阿爸阿妈丢在家里没人照顾，一点责任感都没有啊！对呀，说不定啊，阿爸就是给他气死的。你们怎么可以这么说？为什么不能啊？像她这种女人啊，阿爸死都不瞑目啊！你们 Mom，what is 不瞑目 ？What？ you really too much！ 你们没有良心。妈比你们每个都好。阿公知道，阿公说你们不好。You're bad son and bad daughter-in-law. Bad。你在骂？你在跟我骂？喂，你整个出去 Mom，are you okay？ Yeah。他们 really 不是人啊。阿妈，阿妈，阿妈，你没事吧？我看看你。阿妈，大姐，阿妈，阿妈，你这里找到他的啊？就在马路边呢。阿妈一直往前走，在后面不停的追，不停的叫，她就是没有反应。这样很危险的。阿妈，你在外面呢？阿妈，阿妈，你听得懂讲话不？阿妈，你不要吓我，我的心快跳出来了。大姐，阿妈看起来很虚弱，不如我带她去医院做个检查，比较安心，好不好？你帮我送她进医院。阿妈，我弟弟带你进医院，你不用惊，不要怕。放心好了，大姐，你先回去吧。回去。妈妈，带去医院。妈，不用惊，不用惊，知不嘞？大姐，你放心好了，我会照顾阿婆的。我带去医院，不用担心。好，做个检查没事的，不用怕的。二哥二嫂，我们一接到电话就赶来了。不会是啊？ Sir, Mom. Sir's second brother and his wife and younger brother. 你是？我是佳琪的弟妇。啊，为什么呢？ Inside. 大哥，你们在干什么？我们是帮阿爸整理遗物。哎呀，对呀对呀，哎，这里又脏又乱啊！你们不用进来啊，你们出去好了，我们在这里就行了。老公，I wait outside for you 啊。Sure, no problem. I suppose we can help. 我们来帮忙收拾。我也来帮忙吧。林学志，你爸爸死了，你还抱着真光，你也不赶快跟我上去！林学志，阿爸平时除了肚子胀风以外，都没什么事，没想到他这样就走了。还有阿妈，她也不对劲。你通知你的兄弟了没有啊？ 你通知你那些兄弟了没有？
什么东西啊？是啊，我正想提醒你啊，可你已经倒出来啦，谁叫你那么心急呀？啊，你以为啊里面有黄金啊？你太过分了！娘俩谁闹啊？别闹！你们干什么？你干嘛动我的东西？走开一点呐！阿爸！阿爸！阿爸，我真是没有用，我没有好好的照顾你，也没有完成你的心愿，我真是不孝。本来我去年答应你，带你跟妈妈回去唐山海南岛，可是我做不到。今年你说你要回唐山海南岛，我又跟你说明年才去，你一定是知道自己要走了，才那么急想回去看看。可是我真是没有用，我真是没有用，我连你想吃的文昌鸡、甲鸡啊都没有带你去吃。我是什么儿子的？我到底是什么儿子的？我这一世人真是没有用，没有用。阿爸，阿爸，你为什么就这样走了？你给我一点时间啦！我带你回唐山海南岛。我带你去吃文昌鸡、甲鸡呀、东山羊，阿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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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们看，这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啊？打开来看，打开来看。不行，这是阿爸阿妈的东西，阿爸走了，阿妈还在，这个东西要还给阿妈的。那阿妈呢？你们竟然关心阿妈？阿妈在医院里面呢。反正阿妈她现在都不在，打开来看呐。不可以。啊，我是大哥，这里我最大，我做主，来。这什么？哎，钱啊！哎，我看有好几千块嘞。不要讲了，人家在抢钱了，你还哭？这些钱是爸爸的，谁都不肯动。等妈妈出院了之后，才还给妈妈。是啊，是谁能动啊？我先收起来，等阿妈出院，我再还给她。为什么是你收呢？是不是阿妈出院以后搬去你家住呢？到时再说好了。哎，来，再找，看还有什么东西。喂，你们想要拆我的房子，不要乱动我的东西。我们看阿爸还有没有留下什么遗物。你们只关心遗物，从刚才找到现在啊！你们父亲死了，连遗物也不看一看，你们像话吗？这是我们林家的事，请你这个外人不要干涉。是啊。学子啊，阿爸有什么遗言吗？当时我不在场。那当时有谁在了？我。阿爸有说什么吗？他说你们不孝，不孝子，不孝媳妇儿。喂，你比起死人的口骂人呐！对呀，你太过分了。妈妈没在场，不信的话你们问他。Yes， 阿公说不孝。狗仗人势。Mom， what did he say？ 他是不是在骂我？别理他，这种人斯文败类，有戏文败类。哎，有啊！不要跟这些人吵，有失身份的。大哥，能找的地方都找了，但是还漏掉老爸的枕头啊。老人家通常把东西藏在枕头里。对呀，怎么没想到在枕头呢？哎，快把枕头剪开看看。学琴啊，来，你过去把阿爸的枕头拿过来。哇，好介绍，你不会自己去拿？相是说，我们夫妻啊，跟老爸今年是相冲。是吗？难道你一过去，老爸就会爬起来吗？跟你讲啊，都是白讲的。哎，老啊，你是在大学教学的，你不会迷信吧？过去拿吧。哎，
话不是这么说啊。Bridget 啊，现在正在研究命理风水啊。你是研究学问的，怎么会搞这些嘛？对啊，我就把它当成学问来研究。哎，中国玄学是很有根据的，阴阳相克，能免就免了。算了，学子啊，你去拿吧。我去拿。不要管他们，出去吧。他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。阿爸在这里，人死了，灵魂还在的，让他亲眼看看这些孝顺儿子、孝顺媳妇。他们如果不怕阿爸来抓的话，就让他们去吧。阿爸，你看他们，你看你这些儿子媳妇，你看他们多厉害啊！他们指来指去，最后还是指到我的身上来。明明说好轮流照顾爸爸，最后为什么却全部推到我身上来了？啊！我认了，自己的爸爸妈妈，我是不可能让他们睡在街边的。即使最后我跟嘉琪闹到要离婚，我也无话可说，我的眼泪就只能够往自己肚里吞。后来，我要求你们每个星期带爸妈出去吃一餐，你们就推三推四，推到不能够再推之后，就带爸妈出去Hawker Center吃咸鱼咸菜，自己呢，却跑到冷气餐馆去吃大鱼大肉。你们现在要我拿爸爸的枕头，你们就是说要让爸爸死了都没有一个枕头好睡。你们真的是鸡蛋糕！你们真的是鸡蛋糕！爸爸死了，妈妈还在，你们却全部跑来我家，好像寻宝藏似的。阿爸，他们来这里不是为了看你的，你们不是来这里看爸爸的，你们也不是来这里哭爸爸的，你们更不是来这里商量怎么样办理爸爸的后事，你们是来这里争来争去的。我不明白你们到底在争些什么。爸爸现在死了，他还能够留些什么东西给你们呢？他的东西早就已经给你们分完了、抢完了，你们还要什么呢？难道你要爸爸现在死不瞑目的跳起来吗？爸。算了，去吧啊！慢着，他很怕我们收啊，他是不是怕我们搜出什么？对呀，说不定啊，他们知道枕头里藏了些什么东西，所以啊，才这里装疯卖傻、指桑骂槐的。What did she say? They still want the pillow? 鸡蛋糕。哎呀，算了，你们不敢拿，我来拿。你们到底有完没完的？阿公爱 open。Really? Just now I saw 阿公 I suddenly open. I think he must be very angry. 这样子，我们快出去！等等，那看这照片后面好像有东西呀。什么东西啊？哎，看看。这张纸。哎，这不是银行保险箱的单据吗？爸爸有保险箱。我已经给你。今天
原来阿爸指的是这张照片。我看我们出去看看。走。难道阿爸说的金条是真的？幸好雅喜帮忙顶住那些死人头的围攻，要不然我到现在都还没有脱身。哇，他们到底想怎么样？他们去逼姐夫交出保险箱的钥匙。那个保险箱有保没？他们就是以为有保，一直纠缠保险箱的事。至于他们父亲的身后事啊，都没人理会耶。还好雅喜和佳琪打电话去殡仪馆，才有人来说是阿爸的尸体。哎呀，你那个家务啊，连走都不瞑目。当然不瞑目了。他的那些不孝子、不孝媳妇，个个来都好像选宝一样，连一滴眼泪都没有流过。你说叫他怎么瞑目呢？哎呀，所以现在的人呐，真的眼里只有金钱，没有亲情啊。大姐，都很晚了，快2点了，去睡吧。我很累，但是我没办法睡，我头脑还是乱糟糟的。一想到明天要去面对他那些狼兄虎弟，还有那些老婆的，我头就要爆炸了。大姐啊，我看他们一定不会那么容易罢休，明天一早一定会纠缠你要那把保险箱钥匙的。其实大姐，那个保险箱里面有些什么东西啊？不知道，没有人想到阿爸为什么会有保险箱的。不过他们一定认为里头有很珍贵的东西，要不然大家不会那么紧张。有黄金咩？阿爸是有告诉过我，他有金条要给我的。啊？哎，真的，真的有金条？不知道啊，也许真的有金条在保险箱里面。有可能吗？我也是以为我阿爸脑筋糊涂了，他怎么会有金条？他的钱早就被那些不孝子骗走了。他平时吃完粿条汤都没有钱还钱了，他怎么会有金条呢？可是刚才啊，在床底下掉了一叠钞票，算一算里面有8000块钱那么多。哇，哎，照你这么说，还真的可能有金条嘞。是啊，他既然能够偷偷藏了8000块钱，那他有金条也不奇怪的。阿爸以前是做生意的，老派的生意人都喜欢买黄金来保值，所以我越想就觉得又有可能了。哎，刚才他在临死以前给了我一把钥匙，那他说我是好媳妇，我很孝顺，所以要给我金条咯。啊，你这样也算孝顺啊？不是的，大哥，如果你亲眼看到那些儿子媳妇啊，就知道大姐有多孝顺了。听到吗？我算是有良心的了。要不然我家翁怎么会给我这个保险箱的钥匙呢？你怎么知道这是保险箱钥匙？这是保险箱的钥匙。保险箱的钥匙啊，跟普通的钥匙不一样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，不可以复制的。我妈的，你有很多保险箱咩？这么这样厉害？大哥，你打妈的保险箱的主意啊？哎，我不会像那些混蛋这样不孝的哈！我刚才听你们这样讲，我火都大嘞。就是了，也不怕天打雷劈的。哎，不过不要紧，这钥匙在你手上吗？等你打开保险箱，发现里面全都是金条，哇，那时候你就发了喽。最衰是那些兄弟们已经知道保险箱的事情，他们不知道钥匙在我这里，一直逼学志拿锁匙出来。我爸这什么都不知道，打死我也不会交出来的。对喽，千万不要交出来呀，不然呢，你阿爸死了都会变僵尸跑出来掐他们呢。能够变僵尸也好。最怕是烧了以后变成灰，想变僵尸都不行了。不是我黑心啊，我多希望阿爸，他阴魂不散，能够显灵教训那些不孝子、不孝媳妇。那些孩子一个个没有心肝的，只有学志一个有良心。可惜学志没有用，遇到什么事情就哭。一紧张起来就语无伦次，说什么都是白讲的，人家当放屁一样啊！学子啊，已经很不容易了。他是一个老实人，你叫他去跟他们争、跟他们吵，他哪里会？就是咯，哎，这种事情哦，交给我啦，我明天帮你出马 ，OK？ 你不要插一脚啊，去添乱啊！妈的，大哥去好啊！学志遇到事情就哭的，我一个人顶不了那么多。他们每个人吐一口口水就把我淹死了，
大哥去的话，壮壮声势也好的。哎呀，他们人多势众，怎么跟他们争？他们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算了。妈的，他不是便宜他们吗？万一真的是有黄金、有金条怎么办呢？是啊，妈，我觉得这样做不太好，是爸爸便宜他们的。对呀，这是老人家子民要给家喜的吗？不可以便宜那些龟儿子的。问题是他们会相信这是家务子民给你的吗？我阿妈在场，她可以作证。哦，这就容易咯，叫你阿妈出来说清楚，哈，到时候啊，他们连屁都不敢放啊。可是阿妈在医院里啊。那容易啦，叫他们去医院问清楚咯。Sorry 啊。Where speaking？ 是莫叔的事。好 ，Thank you。大姐，医院来了电话，阿婆也过世了。阿妈也死了。全部都走了。哎呀，两个老人家真的很恩爱啊，一个前脚走，另一个后脚就跟上。哎呀，不过两个一起走，路上不会寂寞。大姐，他们去哪都在一起，现在又有伴了。唉，这样一来吼，就死无对证了嘞。大姐，你好好休息吧，这事情由我处理好不好？我会打电话通知姐夫，那我再打电话给殡仪馆，去医院，好好照顾大姐。妈，我去上班。很晚啦，开车要小心一点。我陪你去吧。不。来了，小龙。龙哥，早。哇，这么啊？这样客气啊？每个人进来都是顾客嘛，当然客气一点咯。你也不想一大清早看到一个脸臭臭的人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你这种脸哦，怎么笑也不怎么好看呐。你要看就看，不要看就不要看咯。你可以看天花板啊，看地板啊，看空气啊，或者闭上你的眼睛都不要紧的。反正你进来是吃东西，眼睛不是拿来吃东西的，对吗？你爱讲话哦，这样厉害，去跑江湖卖膏药啦，去啦！5片裸地，3粒鸡蛋，还有狗逼哦。哇，你吃报酬啊？哎，我今天哦是要帮人家出面解决问题嘞，不吃多一点怎么会有力气？你要去啪嘴？哎，可能嘞，谈不妥就要打了咯。到时候我的螳螂拳一出哦，他们就知死了。打拢你啦，省省吧，讲到自己好像很厉害。哼，甘叔，面包5片，鸡蛋3粒，狗币1杯。哦，来了，来。说什么？哎，你知道哦，以前人家叫我什么吗？什么？新加坡李小龙嘞。打拢你啦，讲到自己好像很威风。那天看到大耳窿就好像缩头乌龟，就跑到一边躲啊，还要给人家抓头去撞墙，撞得哀哀叫。如果不是我，哎，我是在忍哦。哎，你知道吗？李小龙给日本人欺负的时候也是忍吗？直到那个日本人送他一个什么东亚病夫的那个牌匾的时候，他才大发神威，才把那个牌匾给踢破嘞。哦，那你的意思是说，是你不想还手咯？当然啦。哎呀，那些大龙给他捶2下会死咩？反正我有神功护体嘛，给他们打我一会内伤，对不对？不是给他们爽一下咯。哇，神功护体，什么来的哈？我这么不相信啊？以为我骗你啊 ？OK 咯，我拿给你看。那这是跟泰国师傅请回来的嘞。哇 ，free 的。free 的，这个世界上有 free 的咩？一个888。啊，那2个不是要1000多块？啊不然那一个神功护体，一个是消灾解难呢。神功护体，我看你神经病啊，幼稚。哎，说什么？
我说你幼稚咯。幼稚园的小朋友啊，都知道这2个东西是昂公啦，当成是宝，1000多块啊，不然拿去做慈善，可以帮人的。哎，你不要乱讲话，什么幼稚园大学咩？我当然大学了。如果我有1000多块啊，不如去买一条金项链来戴，至少知道它的价值在哪里吗？龙哥啊，佛不是用钱去买的，你没听人家说吗？心诚就灵啊，善良的人自然有神明保佑。那如果你走邪魔歪道啊，诸善不做，诸恶作尽，不要说你花888啦，就算你花888888，请那些神啊佛啊来帮你啊，或者练几百万遍的佛经啊，都是没有用的。哇，讲到哩哩啰啰，好像很厉害这样。哇，没想到你嘴巴大，声音也大哦。喂，你不是拜佛的吗？佛说因果啊，你逞一时之快，在口头上占了我的便宜，心中暗爽，却不知道自己犯了妄语戒，会有报应的。是啦，怕了你了啦。哎，你怎么？那干嘛？怎么给你红包还不要啊？神经病啊！给我红包，提早过年了。不是啦，哎，那天哦，你不是误打误撞帮我买9号咯？结果9号哦爆了个超级大冷门，竟然跑出来嘞！哇，那个派彩哦高到吓死人呢！你猜我赢多少？多少？11千呐！我妈的，我从来没有爆冷爆得这么爽过嘞！哇，你看你两粒眼睛，讲到麻就两眼发亮啊！所以说你要不死才怪哎！哎，什么死！你不要揍我嘞！你也小心有报应嘞！我不是揍你啊，我是点醒你，让你快点回头啊！所谓毒海无涯，回头是岸。我管你有牙没牙，我只不是要给个红包，你谢谢你帮助我发财吗？你要不要？不要算哦。喂，你要给，为什么我不要拿？哇，那么薄，2块钱啊？哎，有2块你叫我偷笑了嘞！吝啬鬼！怎么？你神经病啊！哎，我给你红包还要给你骂？里面是1000块啊！你给我1000块做什么？给你1000块，你就偷笑咯，还问这么多？你以为你是什么啊？百万富翁还是千万富翁？你还给大耳窿追债的吗？哎，我现在是送钱给你哦，不是跟你借钱哦，你管我这么多？哎呀，做人要大方一点，你让我发财，我也让你发财，这样才有意思嘛，对不对？对哦，你的财本来就是我带给你的嘛，不拿白不拿。谢谢你了，龙哥。这样就对咯，哪里有这样笨，有钱都不要的？那你拿点钱去买香水啦。周末买香水。你闻不到了咩？闻什么？什么味道？不臭啦。喂，你很过分呢！钱不要给就不要给啦，这样损人家。你以为你是范文芳啊？不可以讲啊。Hello， 范文芳有我漂亮吗？你不要让我吐哦。我是说她的腿呀，有没有我的美？那给你看，大开眼界，怎么样？我的腿美嘞。哎呀，你看有5分1毛也敢拿来跟人家比？哦，只是给蚊子咬到的。哎，不过刚才给你的1000块哦，真的是吓了一跳嘞，我还以为你给错红包。不过跟你说啦，我这个人真的是很衰的，不要说什么幸运抽奖啊、马票啊，一次都没有中过。以前我做工的那个公司啊，就有一个迪难单说，还有 lucky draw 啊，50个人去49份奖品，我就是唯一一个没有被抽中的。你说衰不衰？哇，这你是可以跟我 fight 嘞，我也是很衰的嘞，抽奖每次没有抽中了，哎呀，这我就不冤了。妈的，连中了奖的马票啊都会被烧掉嘞！哇，你说我衰不衰？所以我说哦，全新加坡人选最倒霉的人，那一定是我嘞。那你知道自己倒霉还去赌博，难怪会欠大耳窿一屁股债啦。哎呀，做人不会倒霉一辈子的啦，风水轮流转吗？赚啊，一定会赚到我好运的时候吗？对哦，要不然你也不会赢马了。就是咯，而且还是个超级大冷门呢。哎呀，这个美丽好大胆，敢坐在那边聊天啊！
你呀是不是瞎了没看到？不叫我做工的？哎呀，没关系啦，反正他跟嘉龙这么谈得来，哎呀，现在也没有什么客人嘛，让他去咯。对哦，他们两个平时一见面就像仇人一样的，怎么今天却有说有笑的啊？哎呀，可能是吵啊吵出火花吗？电视剧也是这样啊，男女这样吵啊吵，结果就变成一对了。你看他们两个简直就是豺狼虎豹哦！什么豺狼虎豹？哎，你看，嘉龙的脸小小，眼睛细细，像不像狼啊？还有那个美丽的嘴巴这么大，像老虎。那当然是豺狼虎豹啊，难道是郎才女貌啊？你呀，真是尖酸刻薄哎！哎呀，我不是尖酸刻薄，我是说他们两个很配呀。啊，如果他们两个可以在一起，也挺好的嘛哦。哎，真的，人真的是会转运的。以前我刚蹦的邻居呢，就有一个男的叫做阿春，在木材厂做小工的，做工第2天呢，就给木材打到吐血，就送去医院咯，又给一个blur blur的医生开错刀，白白切掉2根手指啊！哇，这样帅啊！住医院3个月啊，欠了一屁股债，一出院回家，当天晚上屋子就着火了。真的有这样帅的人吗？真的。最后他就干脆离开我们的港崩去吉隆坡做工咯，就在那里他转运啦，工作不到2年自己做老板了，公司开了一间又一间。几年后他就回了我们港崩扫墓，叫了一辆 Mercedes， 带的穿的全部都是名牌，重新建了一栋2层楼的大洋房啊，前面有一个大花园，还有一个大游泳池。怎么？还有一个漂亮的老婆，还有个可爱的孩子哈。没有啦，人没有10全10美的，他的老婆一点都不好看。哎，不过有福气哦，他就是认识老婆之后才转运的，所以他现在呀疼老婆疼得要死啊。当然啦，有了一个这么有福气的老婆，当然要疼啦。哎，这个是财神婆嘞。哇，如果也给我遇到一个财神婆，那我就发达了喽。说不定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哈？你说她是我的财神婆啊？不可以咩？哇，那我情愿不要发达。看死你永远都不会发达，看到你啊，财神婆、财神公全部都跑掉啦。哎呀，你们干嘛？刚才谈得好好的，现在又顶来顶去的。就是咯，跟你开一下玩笑而已嘛，就翻脸。那我跟你讲，女人丑不要紧哦，心胸要宽大一点。男人丑一点不要紧，嘴巴要甜一点，这样才不会讨人厌。喂，女人嘴巴大一点不要紧哦，可是不要讲这样多话哈。男人嘴巴帅一点不要紧，最好不要得罪女人。喂，你 OK 啦，我讲输你啦。我的裸弟嘞？啊，讲完了哦，来抽奖了。什么抽奖？哎呀，阿春裸弟连锁集团10周年幸运抽奖。凡消费超过5块钱呢，就有1次抽奖的机会。喂，头奖啊是香港7日游住宿豪华酒店，还有奖金5000块。哎呀，我这样衰，抽不中了啦。哎呀，抽一抽啦，可能第1奖就是你的嘞。来，抽吧。哎呀，那你帮我抽咯。不要啦，刚才不是跟你说我人很帅的吗？你抽啦。我会讲我帅吗？我跟你有的 fight 的嘞。那你要抽，你帮我抽。你抽啦！哎呀，我抽啦！那不如我抽。对咯，你抽。我抽啦！抽了。我真的抽啦！我开啦！开啦，烦不烦？真的是有完没完的。Come on， 啊，中了吗？哇，笑这么开心，是不是中头奖啊？头奖，香港，去香港啊！香港免费机票2张。无所谓的脸，一成也不变，仿佛生活出现了缺，解不回从前。刹那间，一切变得很荒野。相拥划过指尖，来不及言。转眼之间，我已无法改变，好像是手着把那些年视而不见。